持续回到新闻大白话现场，我是主持人詹淑涵。首先来欢迎今天来宾，资深媒体人谢冉彬。主持人好，大家好。好，再来呢是前舰长也是退役上校黄镇辉。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再来是前空军的副司令张延廷。主持人好，大家好。好，首先要带大家来看到这个周末啊，真的川普又要得意到不行了。继委内瑞拉之后，来看到他现在喊说呢，除掉最坏的人，就是不讲武德，直接开炸伊朗了。好，现在呢，斩首哈米尼哦，现在也宣布了他的一个死讯。那哀悼呢40天，他们的主播泪播哈米尼的死讯。那川普也持续放话，表示说呢，要空袭到和平为止。那么伊朗政府今天就证实，哈米尼是高龄86岁，已经死于美国所发动的攻击。那现在我们也看到以色列的部分呢，和这个美国呢来袭击伊朗，然后瞄准了多位高官。那也显示出哈米尼的官邸哦，其实受损的非常的严重。这是最新的一个卫星图像，显示到呢，他的官邸呢，其实多栋的建物都已经倒塌了。只是你现在把哈米尼呢给这样子直接拿下之后，那接下来到底整个政局的动荡，谁来接棒等等，就是下一步了。现在到底是瞧好了吗？川普说，伊朗有不错的一个领袖人选，他乐见接任，所以表示说，继任者是谁，川普方面也要来做插手咯。所以看到川普真的是不讲武德吗？因为不是还在谈判吗？伊朗的外交部就怒批了，怎么会协商到一半就进攻呢？那这一起军事侵略行动呢，正处于伊朗和美方进行外交协商之际，这个是伊朗外交部的一个说法。那现在当然也有最新的影片曝光了，看到的就是呢，美伊联手做这个史诗级的一个之怒的空袭伊朗，12个小时就轰炸了900次。那这个影片呢，其实是由美国的中央司令部来主动发布影片的。那现在呢，是掌管中东美军部队的美国中央司令部所发布的一个消息。那再来看到的呢，就是呢，美军是以双航舰来做一个南北夹击哦。看到林肯号，看到福特号这两舰呢，一起来做一个精准的打击。那福特号呢，是在20号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到地中海，全速的向东来靠拢，和林肯号一起来做一个夹击。那右下呢，其实他们呢指着这个地图，也写着这是一个史诗怒火行动。那伊朗方面呢，也强硬的来做反击哦。我们就来看到呢，在这个攻击之后，伊朗报复行动涵盖了海湾6国的美军基地。那这些国家境内都设驻有美军资产的空军基地，那当然呢就会变成相关的目标了。那陆陆续续呢，其实有很多的画面也传出来。首先来看到伊朗飞弹呢击中的是位在了巴林海军基地的美国海军第5舰队的总部。那美联社就报道，原本驻扎在此的所有美国海军的舰艇都已经驶往公海的部分。那再来看到是伊朗无人机的一个攻击状况。好，这是巴林的一座大楼遭到无人机袭击，就发生了一个大爆炸的情形。从画面中真的很清楚可以看到，火焰呢直接就从大楼顶后窜出来了，非常的吓人。再来是杜拜的国际机场也疑似遭到空袭的波及，4名工作人员因此受伤。杜拜帆船酒店周遭也传出因为拦截无人机发生了火警。好，可以看得出来当地烽火连天的一个状况，不断的传出相关的一个消息。那现在伊朗也声称他们的反击有造成200名的美军死亡。那么革命卫队警告川普，他们还没有动用所谓的神秘武器哦。那现在呢，伊朗目前反击所使用的飞弹是库存的旧型装备，他们就是在说现在还有一个神秘武器还没有使出来，所以该不会真的要跟美国来做一个鱼死网破的状况吧？韩明哥，我们怎么来看？现在就是伊朗自己也证实了，哈米尼应该是就是被炸死了。那他被炸死的时候，据说连他女儿、女婿这些都跟他在一起。那我就觉得也不用去怪美国不讲武德，美国向来不讲武德，你又不是第一次认识美国，你之前也有这委内瑞拉的例子在前面了。那他居然如果真的是在自己的官邸就这样被炸死的话，那只能说他自己太不小心了。他早就知道美国处心积虑，以色列也到处在收集情报要抓他，那他还大咧咧的在官邸，
那被炸中也刚好而已。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哈米尼死了之后，伊朗到底现在谁在操控这些军队还有政府？那他会做出什么样一个反应？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是革命卫队开始就是对所有美国可能存在的地方就开始进行攻击。而且你看，刚刚也看到无人机去炸大楼啊，或是机场啊这些东西，它攻击的目标不一定是军事设施，可能就是随便乱炸一通，可能军事设施它炸不到，就去炸一般的民用设施。那这样子当然就会让中东陷入一个混乱当中。那这个局势要怎么样才能够稳定下来？然后伊朗接下来还会继续做什么动作？这个都是关键点。那川普看起来说他知道谁会继任，那是已经讲好了吗？还是说这一切就是美国早就在伊朗政府中间暗中行动，然后有内贼把这个哈米尼的位置泄露给了这个美国，然后美国才去干掉他，干掉他之后就跟新上任的人合作。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局势很快会恢复稳定，因为这是一个大家协议好的一个局面。可是到底是不是这样，目前还有待观察。那革命卫队现在看起来这个攻势虽然触及面很广，可是你说有造成多大的损伤，看起来也并没有。所以这到底是一个持续性的攻击呢，还是说这个只是一个一时一时的报复？我觉得也有待观察。因为伊朗虽然夸称说自己还有没有面世的神秘武器，但是一般估计恐怕很有限，因为伊朗手上有的筹码并不多，而且就算有武器的量，大概也不是很够，它也不会有核子弹等级的武器，所以它能够对美国造成什么伤害，或者对以色列造成什么伤害，应该都是在可控制的范围之内。所以我觉得现在重点的观察就是到底谁接棒，这个接棒的人是延续神权统治呢，还是能够破除神权统治，让伊朗回归一个民选政府？那这个就有待观察。所以我觉得现在目前很多局势都尚未明朗，你要去下太多的判断，其实也不太适当。但是显然美国这一次是一个计划中的行动，它不是盲目的攻击，而是已经布局了很久之后，终于抓到了哈米尼跟某一些政府高层官员的这个位置之后，才进行了一个有计划性、针对式的攻击，而且获得了算是到目前为止算是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那所以现在就是伊朗总统人在哪里还不知道，那他到底在不在世也不晓得。所以我想这几天美国如果慢慢攻势开始停下来的话，那我想局面大概就开始稳定了。那如果说美国反而加大了攻击力道，那就表示局势仍然呈现混乱。我觉得伊朗这边的动乱恐怕就不是那么容易停止下来。我其实也跟大家说，其实这个地方的政权它不是一般的政权，它就是神权统治。所以它如果真的现在已经被拿下之后，接下来会不会变成军权来做一个统治？那会不会变得更加的集权，或更加的加严，然后更加的可怕？那接下来如果神权这方面又没有人可以来继任的话，那可能当地会变得更加的混乱。将军，我们怎么来看？由这一次以色列跟美国对伊朗展开的这个打击，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美国的首要的战略目标，并不是要让伊朗永久废止发展核武，是这样。为什么？那炸核设施就好了。它是最重要是要裂解伊朗神权政治的结构，这是它重要的目标。他希望伊朗叙利亚化，因为叙利亚内战打了14年都分崩离析。阿塞德后来被沙姆解放组织取代，因为沙姆解放组织比较亲以色列，比较亲美国。那个叙利亚的阿塞德政权比较亲俄罗斯，是这样。那整个沙姆政权一把它推翻，整个叙利亚就是控制了。那他也希望原班套制，让这个伊朗的神权政治结构把它整个翻转。所以先打他的这个我们讲的斩首行动，把哈米尼给斩首，在第一时间叫他做斩首。为什么不打？除了这个核设施之外，还有防空飞弹阵地还有关通系统还有我们所讲的地对空飞弹为什么不打呢？为什么第一集先炸，其他的关通系统跟防空飞弹阵地在第二炸，是这个样。到现在为止还没炸伊朗的核设施，就知道了原来这个是一个政治的目的，就是要实施斩首。因为触燃的第一集非常重要，你第一集完毕后，大家警觉都出来了，已经开战了，大家都立刻进入地下化，进入战术位置，进入战术中心。是这个样，所以第一集就代表是他的政治目的是什么，那这个就非常的清楚。那当然了，后续伊朗也会展开报复行动，尤其对
伊拉克的美国的驻军，包含这个卡达，也包含巴林，也包含阿联酋，包含沙烏地阿拉伯，也包括伊拉克，没有包括的是约旦。你说，怎么没有约旦呢？约旦也有美国大量的驻军啊，因为打约旦的美国驻军，那不如打以色列，因为以色列跟约旦就是两个就是隔了约旦河相邻，一个约旦河东岸，一个约旦河西岸，就那么简单呐、哦，原来你要说伊朗它的用兵的模式，它也有经过考量的，它是打这6个国家，第7个国家约旦它不动，原来是这样。当然，因为伊朗的地对舰的飞弹呢、也发挥了一些作用，所以美国的这个航空母舰啊，林肯号航母舰离开阿拉伯海比较远一点，为什么？因为怕它这一个所获得的地对舰的飞弹呢、能够会对美国的航母打击产生威胁，所以它离开，它保持一个安全的战略缓冲。所以伊朗它也有布阵。那我认为伊朗，大家说伊朗的这个地对地的飞弹蛮强的，这个无人机也蛮强的，但是我认为还是有限，毕竟，美国的这个爱国者3的反弹系统以及它的萨德系统也发挥了作用，要不然美军会受到更大的战损。为什么美军的战损是有限的呢？因为大部分大概70%到80%被萨德系统跟爱国者3的反弹系统拦截了，所以美军的这个受损的状况是有限的。那现在美国是希望伊朗的这个我们叫做国防军跟伊朗的革命卫队两个能够对冲，这样伊朗就裂解了嘛，因为两个就内战了嘛。但是目前状况看不出来，因为啊，就算这个阿米尼走了，被斩首成功了，但是问题是继承人也是继承这个哈米尼的这方面的政治上的方向啊，所以我认为在短时间还要观察，就是说想要去裂解伊朗的神权政治结构，困难度蛮高的，因为他们是一系列这样子，有着历史的因素跟政治文化的生根在里面，并没那么简单，容易推翻，容易像叙利亚这样子，能够在短时间就被裂解。所以在这一方面呢，我认为美国跟以色列在这个时间之内还会持续对伊朗实施战术轰炸跟战略轰炸，甚至会地毯式的轰炸，还是会有。大家认为美军的弹药可能会不够吗？我认为不会，因为美军会从其他世界来调拨。一调拨过来的时候，美军毕竟都是美军的系统，其他世界各国买的也是美军的系统啊，调拨过来就可以做使用啊，不管是空用的是海用的都可以啊，空用的战机就出动了，海用的这个航空母舰上起飞的就可以用啊。还有另外一个以色列的这些弹药还有武器装备是美国所供应的，也可以调拨过来，装在美军的战机上到伊朗实施轰炸。所以美军这方面的调拨，我认为美军的战力还是相当可观的，我认为还有值得观察，还会打一阵子。好，因为这个弹药还是很充足啦，所以恐怕这个不明朗的状态还要再持续一下。舰长，我们又怎么来分析？首先我要说，昨天这个攻击让我非常的意外，因为你看最近所有的这些东西，包含川普总统一再说，川普总统说我为什么要打你，对吧？如果你怎么样，我就要打你，就是你不去核，但是去核谈判一直在谈啊，而且最近前天早上才说了，谈了很有进展。说伊朗同意他的原来60%的这个浓缩铀降低稀释到20%，就你的感觉到就是他们已经就谁也不希望打嘛，他已经谈到了快要解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莫迪2月25、26才到以色列去的。如果你一个国家准备要打仗，你怎么会去邀请一个这么重要的外宾来？第三个，美国的这个国务卿预计明天。你看那个计划，明天到以色列访问，这些人在这奔波，都让你感觉到他们在化解这个冲突，你知道吗？所以这个东西完毕之后，昨天却是这么大的一个密实的一个行动，你就突然发现，我刚刚说的这3个都是障眼法，都是美国跟以色列的障眼法。我就是让你哈米尼认为我们不会动手，所以你没有跑。如果我今天让哈米尼认为说我要来斩首，他早不晓得跑哪去了。结果他们认为不可能的，你看这些事情在这里，我们也快谈成了。结果呢？结果就在一个晚上，哈米尼驻那个打了30发的这个导弹下去，把他整个打了个稀巴烂，把他给杀了。所以从这里可以知道，就算说真的谈判了，伊朗说我愿意放弃，他们还是打，他们就是要把他杀掉，这就是他的已经决心要这样去做。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因为从这个上次的2023年10月7号的哈马斯的打到今天，以色列已经把他周围的所有的这个叫武装组织打了一遍了，哈马斯啊、真主党啊、什么
黎巴嫩的那个什么东西，一直打到底下的也门胡塞组织全打完了，现在只剩下一个，这个最后的货源就是伊朗。那伊朗最近又偏偏不信他们的这个通膨这么严重，结果人民抗暴，结果你看他抓了多少人，死了很多种说法，但是有一种说法是死了镇压死了2万多人，抓了6、7万人。各位，你知不知道？你想要让伊朗的问题在中东消除哦，不是去核，因为什么？他现在去核，明天他还是一样，隔了3年一样造出来了。你认为他不会造吗？去核不是他的关键，他的关键是他这个神学的这个政权，这个神学政权一定要把它推翻掉。这个神学政权极其的邪恶。那现在这个时间点是大概从他们建立1979年建立到今天将近50年。最好的机会，为什么？第一，以色列已经把附近打了一圈了，全部打完了，就剩下伊朗。那伊朗最近又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而且伊朗这个的问题不是一个普通的小问题啊。他这个，我这样讲，打完了之后，川普发表演说说什么？希望伊朗的人民要推翻你们这个政权。你放心，我们美国军队会支援你们，把你们这个政权推翻。包含以色列总理，那他也胡说什么？你们人民要把你们这个政权推翻了，他们这个人民真的是恨死这个政权了。如果你了解这个政权的话，我不要说像这些什么，光是一个镇压可以压死2、3万人，你想想看这个什么样的政权？而且这个国家整个的操纵哦，几乎全在这个叫做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手上，经济全部掌握在他们手上。所以如果我是伊朗人民，我告诉你哦。我也会推翻这个政权，我会尽我一切力量推翻这个政权邪恶到了极点。那如何推翻它呢？靠外面打吗？没有办法的，对不起，要靠他们内部。这就是美国最拿手的颜色革命，看到没有？颜色革命第一个就是先让你们抗议的人，政府你先不可以杀他哦，这些抗议的人，因为一镇压就镇压下去了嘛，你不可以镇压他，然后接着 CIA。以色列的摩萨德供给他的各种的武器，供给他的这个金钱，让你们在街头不要退，让你们在街头搭帐篷，让你们在街头埋锅造饭，然后开始国内有一些人会支援你们，因为他们的那些军队跟伊斯兰革命卫队还是不一样的。这是我的看法，就是现在大家要倾尽全力，让他的颜色革命把这个政权换掉，换掉这个政权。才能够一劳永逸，去核解决不了问题。所以看来浓缩铀恐怕只是一个幌子，更重要的就是说，你国内越乱，美国可能就越爱。进广告。持续回到新闻大白话的现场，那当然呢，刚刚已经谈到了整个政权，如果现在呢领导人已经被拿下之后，后面可能会非常的混乱。不过造成这样的一个混乱，到底川普这个行动有没有获得支持？其实川普开战伊朗，他们美国国内还有欧洲其实都是反对的状况。现在呢遭到美国、以色列的一个空袭，伊朗告状联合国，表示这个是一个战争罪，而且他们一直强调，明明我们都还在谈啊，怎么忽然就被攻打呢？那我们也看到伊朗驻联合国的代表就表示呢，这个是战争罪和这个联合国宪章精神背道而驰。那伊朗的外长接受了 NBC 的专访的时候呢，就被问到说，伊朗有什么正当理由来攻击美国军事基地？那这个外长听闻之后，其实是蛮傻眼的。他说，因为他们在攻击我们呐。确实啊。那我们也来看到了，现在其实他们国内反对的声浪很多，包括了美国华盛顿、纽约、洛杉矶、波士顿、旧金山、芝加哥、西雅图等数十个城市的民众都走上街头，他们拿着标语走上街头而且参加这样的抗议活动，反对呢美国对这个伊朗发起军事行动。
那我们也看到，川普方面呢致电了施凯尔，美国和欧洲呢在伊朗空袭的问题上头出现了分歧。现在英国、法国、德国一样，既没有任何的方式去参与美国跟以色列的行动，也没有来支持这些行动。施凯尔非常明确的表示，也重申他们长期以来对伊朗的个谴责。那当然呢，他也表示呢，尤其谴责伊朗本周末对以色列和几个设有美军基地海湾国家采取的报复行动，也就跟刚刚大家提到的，已经把周围都炸过一圈了啦。那现在呢，英国战机执行的是一个防御任务，符合国际法的一个部分。那欧盟这边表示什么？他们说周一才会来召开特别安全会议。那网友就说了啊，不愧是欧盟啦，人家放假照样要放啦，一定要到上班日才要开始工作。但是周一西班牙又要放假咯，然后周二保加利亚还要放假，那可能周三再来开会吧。好，不知道欧盟这边的反应就是这样子，非常的缓慢哦。好，再来看到中国强力的谴责了，所以我们看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他也发表了声明。武力不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正确方式，只会加剧仇恨和矛盾。中东局势升级外溢，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通过对话谈判解决矛盾分歧是唯一的出路。中方呼吁立即停止军事行动，防止局势轮番升级。好，真的是一个战火不断的状况哦。我们来看到美国跟以色列两国在9个月内再度的袭击伊朗，那这也是川普政府不到2个月内第2次对他国发动了军事打击。那他们也表示，战争成瘾的美国和以色列或让这个中东部分呢又陷入了一个灾难性的冲突循环。那美国难道是想要用施压伊朗来遏制大陆吗？那这个想法恐怕是错了。我们来看到德国智库的学者又怎么说呢？他说，不要高估北京捍卫伊朗政权的承诺，比起确保伊朗政权，其实北京现在更聚焦的是反对美国的单边行动。那事实上是伊朗呢跟大陆之间的关系也是不对等的，是伊朗更需要大陆，所以呢，请大家不要误判中国大陆呢对它的一个重要性。那再来看到的是，伊朗如果封锁了这个荷姆兹海峡，那油轮就纷纷要避航，那也就会塞爆的一个情况。接下来会影响到的，当然就是原油的运输啦，还有燃料啦、液化天然气、能源的部分可能就会受挫咯。那欧盟的部分呢，可以看到他们的海军的红海护航行动盾牌任务的官员就表示了，已经接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无线电的公平发讯，表示任何船只都不可以来通过荷姆兹海峡。所以现在市场非常的担忧啊，国际的油价呢已经开始往上来走了，除了油价还有金价，虚拟货币更是呢哇上冲下洗到一个不行。好，所以我们来看到油价恐怕冲破$100啊。川普现在真的是一个豪赌，尤其油价又会影响的就是民生的感受度，所以他呢现在又有期中选举的压力。如果呢油价起来，通膨起来，那他国内经济很难受的，所以这是一次的豪赌。我们来看到呢，现在川普的支持率在最近几周大幅的下滑，民调显示美国人认为川普过于关注外交政策，对经济关注度不足。可事实上，他最近的一次发表谈话，他把很多的重点都放在他们国内经济哦。不过实际的行动如果让民众感受不到的话，期中选举应该还是非常的危险。韩冰哥，我们怎么来看？我觉得 NBC 这个媒体蛮趣味的，你们自己在攻击人家，然后问他有什么正当理由来攻击美国。这个，老实说了，伊朗是能力不足啊。伊朗要是有核弹，他一定会 K 美国，你信不信？但是问题是，伊朗就是没这个能力。但是现在川普上任之后，已经很明显的把整个国际局势、国际秩序变成就是实力原则，反正我拳头比你大，我告诉你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他也只尊重拳头跟他一样大的人，比如说俄罗斯，比如说中国大陆，对其他他甩都不甩。所以你看，过去美国在中东进行各种行动的时候，他通常都会征询英国啊、德国啊这些国家意见，然后大家一起联合行动。现在川普才没在管这一套，反正我唯一在中东的盟友就是以色列，我只跟以色列谈，其他我都不管。所以英德在这件事情上也只有撇清，他也不敢去谴责美国，所以到头来还是要谴责伊朗，就是这样子。所以
就在这种实力原则下，过去美国自己建立的国际秩序已经荡然无存了。所以未来的局面就是大家各自比拳头大吧。我觉得全世界的军武竞赛已经开始了。那现在你看，美国强硬的要求北约各国还有台日韩全部都要增加国防预算，其实目的就是要分担美国的责任。所以未来整个世界大概就是往军备竞赛的方向走。那至于说中国大陆在这一件事情上的立场，他当然是支持伊朗政府，可是除了言辞上支持之外，老实说，我早就讲过了，中国大陆对伊朗是鞭长莫及的。那俄罗斯虽然也支持伊朗，但是俄罗斯自己陷入乌克兰战争的泥淖中，所以你叫他脱身也很困难，他也没有多的余力去帮助伊朗。虽然普丁之前有讲狠话，说谁敢去动伊朗的话，那个俄罗斯一定会采取行动。那现在俄罗斯会采取行动吗？我个人是认为不太可能，大概只有看伊朗自己内部的怎么变化。那如果伊朗未来产生一个亲美的政权的话，那当然对美国来讲就是一个豪赌的成功。那如果没有呢？如果伊朗继之而起的不但不是个亲美的政权，反而是更加极端的政权呢？那恐怕就是豪赌的失败。那现在川普为什么要发动这个攻击？因为现在川普非常需要一场胜利，因为要有一场胜利，他才能够成功转移美国人民内部对他的这些意见。因为他在经济上面的显然是节节败退。不管他的关税政策也好，贸易政策也好，显然都是越来越不得民心的。所以他希望能够用伊朗的这个胜利来换取这个美国民众的成功的转移目标。但是现在目前看起来并没有很成功，因为你现在只是炸死了哈米尼，可是你有办法真的让伊朗出现戏剧性的转变吗？目前还看不太出来。那反而是接下来革命卫队如果持续在运作，荷姆兹海峡的这些油轮大概都会遭遇风险。你要知道，连胡塞组织都可以一定程度的威胁油轮了，何况是伊朗？伊朗虽然他没有跟美国对抗的能力，但他要对抗油轮，这个他绝对是有这个能力。所以我觉得这个接下来就是要看革命卫队是不是能够遭受到控制。如果不能遭受控制的话，他这样漫无目的的进行报复，那中东地区就会越来越危殆。那中东越混乱，整个世界经济的局势恐怕就不会太好。因为包括原油啊，包括整个货物运输都会受到影响，所以川普现在反正头已经洗下去，他就这样赌了。所以接下来就是要考验他稳定局势的能耐，他有没有办法赶快让局势平稳下来？因为你看委内瑞拉的情况就是很快的，美国的势力就可以进入委内瑞拉，而且源源不绝的把原油弄出来，那次就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入侵。那像在伊朗，他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如果做得到，川普就大成功；那做不到的话，那显然他也没有办法达到自己的目标，只是增添了中东的变数而已。好，看来川普就是世界各地持续的点火，然后持续的开他的赌场哦。那这个伊朗这边呢，一个朋友太忙了，一个朋友又太远了，实在这个状况也是蛮混乱的。将军，我们怎么看？我认为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对伊朗动手，那我认为是伊朗犯了3个重大的战略错误。他当初的时候应该从这3方面来布局，因为我在刚开始的时候讲了，在1月份就开始说，现在是3月了，美国动手的可能性非常高，讲了2个非常，因为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那伊朗犯哪3个战略？第一个，他没有积极的穿梭外交，一定要积极的，因为外交重于军事，赶快派这个代表团到中国大陆、到俄罗斯、到德国、英国、法国，甚至加拿大，这都是 G7 的国家，应该要去做传销外交，对美国形成一个影响力。军事上，那你想要在短时间内强军不可能，因为你要买武器，要招兵买马，要训练才形成战力，你缓不济急。这是穿梭外交赶快进，结果没有，他是一直在跟美国谈判。那其他国家，全世界那么多国家，你赶快要去做穿梭，要向谁学呢？要向乌克兰。乌克兰不要看泽连斯基打仗打得一塌糊涂啊，但是他到处跑来跑去，不是度假，赶快要武器，赶快借钱，赶快去要爱国者飞弹，是这样子来的。他就伊朗没有做穿梭外交，错了。这时候的外交重于军事，他是军事重于外交，犯了重大战略错误。所以伊朗非要口out了，不行，没有办法。第二个，他没有积极建军。在去年2025年6月啊，美国实施午夜重锤，派了7架的 B2 优联轰炸机，带着这个14枚的 GBU-53专地炸弹，那个不是午夜重锤吗？那经过了这将近9个月，
伊朗的元气并没有完全恢复啊。他这时候应该季建军，他今年2022年呢编的国防预算总共才154亿美元，太少了。他面对的是美国跟以色列这方面的军事上的威胁，你编154亿美元给这个伊朗的国防军跟他的革命卫队，你光荣卫会跟作业维持的吃光了，因为美国实施武器禁运，有些零件根本拿不到，所以你要编更多的国防预算去买相关的武器装备，尤其是无人机跟地对地飞弹系统。因为你要去建制，天底下没有廉价的国防，国防都是非常的贵，所以伊朗犯了第二个重大战略错误，并没有很积极的建军，钱就不够。第三个战略错误就是说，这个国防武力啊要定于一尊，但是呢，伊朗呢，它有这个国防军，有革命卫队，你怎么变成2个系统呢？一个国家2个国防，一个是国防军，一个是革命卫队，2个还不搭嘎，2个不同的系统上去，定于一尊。因为成于一，败于二三，军队的指挥体系一定要这个集中管制、统一指挥，这很清楚的。但没有搞2股，你2股的力量也会相互掣肘，所以他在这一方面，伊朗并没有发挥他的媒体战的战略功能，又没有定于一尊的国防武力，所以造成他的国防力量是衰退的。看来是一步错步步错，整个布局全盘都输了。那么我们舰长怎么来看？首先我要说，这个伊朗哦，是我全世界看到所有国家里面哦，它最像马蜂窝的那个。我会说你不要去捅马蜂窝，伊朗最符合马蜂窝的定义。为什么你知道？伊朗这个国家里面的这种各种的能够拿枪的这种人哦，好比说军队，它有40-50万人。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干什么？就是维持伊斯兰政权，他只做一件事，维持伊斯兰政权，有15、16、7万人。然后除了这个之外，他有一大堆的警察，你知道，他有政报警察、一般警察，还有一个东西叫做道德警察。我刚刚说的这些所有东西加起来的，他的能够拿枪在社会上行动的人超过90万人。你去想想看，怎么会有90万人呢？而且每一个东西的那个组织厉害东西都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东西如果说他没有一个非常强而巩固的领导中心哦，你把这个东西一打散，哇，你就像一个兔子一样的，砰一响，哗就往外散了。你就会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我知道这个政权不好，但是你打他干嘛呢？你把这个斩首之后呢？然后我现在问你，斩首起战容易啊？没问题，好，大家鼓掌，哈米尼被杀了。接下来，你美国要收拾善后吗？你怎么收拾善后？这么多人散在这个地方，最后谁倒霉？所有欧洲的国家可能被恐攻，美国自己也有可能啊，但是美国比较远一点，所以你看看欧洲所有人都在反对这个东西，就是你不知道如何收拾的时候，你就不要去起战。那你现在知道怎么收拾了吗？你能够有信心能够收拾吗？那收拾不了，不是大家都跟着倒霉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刚刚这个彬哥讲的一个，我是相当同意的。我觉得哦，川普这一次并不是说哦，他一直要打。我真的不认为他真的想要打，但是什么东西你知道让他最后变成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决定要打呢？那个关税被判违法，关税被判违法，你想想看，接下来川普要怎么样？这是原来就是他在全世界最强悍、最硬的这个领导的一个风格，突然哇什么？你们自己国家大法官判你违法，那他后续怎么办？立刻全美国对他的民调有超过70%的人认为他是不诚实的人。接下来年底选举，我问你，他要怎么选？民主党会放过他？这一定变成2党的议题，然后会变成选举的议题，最后他选举会大败。那怎么办呢？当国内有问题的时候，最好的方法就是找国外的借口，统一个这个战争，然后让这个战争看起来我是这么的厉害。我觉得这是其中的一个因素。好，这就是标准的，在家里被打了一巴掌，就跑去外面打别人出气。进广告。欢迎收看 TBS 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首先介绍这一节加入我们讨论国内国际大白话的来宾，第一位是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老师。浅秋，各位朋友大家好。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浅秋好，各位观众大家好。以及资深两岸媒体人许和谦。浅秋姐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全球在看到底这一场美伊联手去轰炸伊朗的后续效应如何？昨天本来下午第一时间呢是说他们的和哈米尼
已经离开了官邸去安全的地方，结果今天最后证实，伊朗的最高领袖哈米尼已经被炸死了。这个是在当地时间凌晨5点左右被证实的消息。那么伊朗的这个哈米尼在官邸里，而且还跟女儿、女婿、孙子同时被轰炸，所以丧生了。在很多报道是说，他事前就已经交班了所有的，希望权力交接给谁，已经选好的对象。但是呢，伊朗到底交接的人在不在被炸死的名单里？美方川普这边所公布的团灭名单里头，40几位的伊朗军政高层通通丧生。他就坐在海湖庄园，继续公布画面说，哇，所有的这个领导到这里来跟他做决策的回报。现在的所有的消息对美方来讲很有利，就是因为所有的安全部门政权人士有包括了国防部长啊、革命卫队的司令啊，这些人呢有高达40个人表示，美方的情资非常的准确，全部被歼灭斩首了吗？那么还有影片曝光说，美以联手的所谓的史诗之怒啊，空袭伊朗12个小时，轰炸了900次。这轰炸900次呢，分别是来自于伯克级的驱逐舰发射的战斧巡弋飞弹，还有来自林肯号的航母舰所发射的各种的逆踪战机啦，挂载500级的联合直接攻击弹药等等的直接轰炸。那么针对伊朗的地面目标，无人机、飞弹、雷达设备进行打击，其中呢这30几枚是飞弹落在了哈米尼的住所，卫星照片看起来，这个30几枚直接正中的这个位置，官邸建筑严重受损，几乎被炸出了一个大洞来。所以联手轰炸已经造成了这几个地方里头，包括现在传出来有学校，有一般的平民的住所，至少造成了201人以上的死亡。那川普现在宣布这个轰炸并没有要停手哦。接下来除了礼拜一要开盘，是不是担心一下？他比较关心的股市之外，持续他说会在本周继续进行轰炸，而且精准的轰炸不会中断，直到达成和平的目标。所以就要等川普觉得够和平了为止吗？那虽然他第一时间公布了8分钟影片，是说美军恐怕会有人伤亡，但最后美军中央司令部是声称，在这次空袭伊朗的部分是美军0伤亡，甚至首次动用了被说蝎子打击特遣队这种神风无人机。这样的动用让精准打击跟杀伤力达到最大，而伤亡人数最少。那在美国国会的部分是炸锅了，说这次直接像是侵略一样的战争行为是没有经过国会授权的。国会是橡皮图章吗？所以国会的议员们下个礼拜也将推动战争权利决议案，试图要限制总统没有经过国会就可以随便对伊朗动武的这样的权利。但川普说没有啊，不得已啊，非要不可，甚至有官员出来帮他讲话哦。伊朗对于达成协议，我们不在谈啊，我们在谈判啊，但是对于达成核协议，看起来对方毫无诚意，没办法。所以伊朗希望保留的核浓缩铀的能力呢，以后可能可以继续制造核弹啊，别无选择，只能打击伊朗。不管国会同不同意，他是非做不可哦。所以当伊朗是不是有可能反击？现在看起来，除了有哈米尼的遗照被传出来，媒体报道说，这个是川普亲自看过他的遗照。那么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即也发出声明，将会对美国以及相关以色列等等的发出全面性、毁灭性的攻击，甚至在数分钟内要被占领的领土啊，美国恐怖主义基地要马上展开咯。展开什么？我们来盘点一下，包括了伊朗报复的行动范围涵盖了海湾6国。这个6国分别有好几个地方，下一集我们有更多细节的讨论展开了这个轰炸只要是跟美国资产有关的，就会有危险、有风险。还有伊朗的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贾巴里也出来发布，他说伊朗啊，现在在战场上所展示的都还只是库存东西而已哦。接下来还有一系列从未面世的神秘武器，旨在给侵略者带来毁灭式的打击。这是什么？这个影响到底伊朗有没有反击能力，可以反击到什么程度？目前分别传出来的几个这个无人机的轰炸等等的，都还在一个一定范围。如何成为他所说的毁灭性，真的是不知道。因为伊朗已经宣布咯，袭击27个美军基地，这个包括的区域呢，包括特拉维夫，还有以色列的哈里基，
以色列的总司令部哦，还有一座大型的国防工业设施，看起来都是目标，而使用的武器都是大规模的导弹跟无人机的袭击。将军，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场攻击行动，您认为会是短时间美方就可以控制住的动作的军事行动，还是会有一段必须要面对跟伊朗的正面冲突？我觉得这一次美国跟以色列联手是美国被以色列绑上了战车那我们从几件事情来判断，第一个，川普一直对着这种对和谈还是抱着希望，虽然双方已经进了3轮的谈判，那谈判到初步看起来还是有一些进展的，虽然说没有说双方很满意川普也讲了，虽然说不是很满意，但是他希望能够继续谈下去。第一个，他要求伊朗要这个降低它的浓缩铀，我觉得这点人家伊朗也答应了嘛，他已经将浓缩铀60%从核武等级降低到这个工业核电用的等级，大概降低到20%。那有关于导弹部分，伊朗也同意这个将限缩在2000公里之内，避免对以色列造成威胁。那我想说，这都是谈判之中的进展。谈判本来就是讨价还价，你进一步我退一步那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川普来讲，他的立场之前也讲出来，他这个最好是不要动武，希望能够用谈判方式来解决。但是也有可能就是以色列纳坦雅胡看到这个川普有可能会缩回去，不再动手，所以我们看到昨天这场行动是以色列先动手，然后拖着美国下水。在这种状况下，我觉得美国是不是完全准备好了，可以打上一个问号。第一个，它的这个有关于地面部队完全还没有进来；第二个，它的福特号才刚靠到以色列的港口，传说中福特号的马桶都还没修好，你这时候贸然就被美国拖着下水。那如果说会打多少时间，我们按照去年这个伊朗跟以色列的冲突总共打了12天来看的话，如果说美国川普扬言要在4天之内结束这场战争，我觉得可能性不高了那哈美内伊之所以被斩首，我觉得有3个情形。第一个就是这个你不得不佩服美国的 CIA 跟以色列的摩萨德，他们情报渗透以及内鬼渗透确实是达到一定的一个水准，然后很精确掌握到哈美内伊的行踪，而且精确掌握到那个时间点他要在那边开会，召集所有人国安开会。第二个，我觉得哈美内伊自己误判安全形势，他一直认为说是谈判或许有进展，这时候美国不会动手，所以他从他躲藏的安全地方出来召开这个会议，但是没想到这个时候被一锅端掉。第三个之所以成功，我觉得第3个原因是这个美军跟以色列用了绝对狮子搏兔的力量，一定要将他这个斩首到底不可。因为你看到总共动用了。光以色列就动用了30枚的空对地的导弹然后硬要对这个地方做轰击，光轰击他的这个办公处所不讲，连他住宿的地方都不放过，都继续打，所以把他的孙子这些都打掉。那你现在我们目前看到这个伊朗现在也展开了反击，那有没有神秘的更厉害的武器，我们有待观察。可是如果说按照用兵的方式来讲的话，伊朗初期他发射的导弹，它应该不会是它最先进、最好的导弹，它利用这个比较老旧的导弹来引诱你这个做拦截，来消耗你的拦截弹药。那现在双方来讲，你要知道，伊朗可能它的无人机、它的老旧的导弹，它的成本价位是比较便宜。如果在这种状况下，以色列如果说是被消耗掉很多的导弹之后，这时候后续伊朗再用更高的、更先进的导弹，譬如说超高音速导弹。来对以色列做攻击的话，以色列将会面临无弹可拦的这种窘境这也是现在所面临的。当我们下一节会讨论，我觉得以色列现在有几个，包括它的参谋总部也已经被打到了。然后伊朗这次他打的范围就不局限于，跟去年不一样。去年我觉得这个伊朗跟美国2个国家是有一点在这个过个水演个戏那时候伊朗要打之前，美国是先用这个 B2 轰炸机去轰炸它的核设施，那伊朗说你打了我要挽回一点颜面所以这个我打你的乌代尔空军基地，可是我会故意打偏。那美军在那边先期部署了爱国者3的反拦截导弹然后所以我们看到美军没什么伤亡，但是这一次是完全不一样。我们看到这时候伊朗这一次的打击，包括到美军的所有中东地区的，我们刚刚讲了27个基地，它全部都打了。包括这个以色列也打了，所以我认为这次这个伊朗跟美国两边来讲的话就跟去年是不一样的
而是真的动真的，是打真的，绝对不会再虚晃一招。那究竟这场仗会打多久？我觉得取决于双方的弹药库存量。美军长途这个运送弹药过来，后勤辎重是非常的沉重的。那他有没有足够的弹药来这个应付这场长时间的攻击？那相对的，伊朗它的弹药是不是如他所吹牛讲的有到2000多枚？我觉得这是弹药存量是这一次战争胜负最主要一个关键。刚看个推播最新消息是，到底这个战争是会更全面的引起全面战争，打很久，还是有可能短时间结束？川普自己宣布，他在接受媒体 Access 的访问里面就说，我可以只打2-3天。只要伊朗这个部分呢可以配合我的各种计划，你们就开始重建。但否则的话，我也可以继续打下去，我有退场的预留机制。怎么看？川普打伊朗和以色列一起，那当然他必须要抓的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出兵在美国内部政治可以取得支持，而且以色列也会受到反击，那美国可以持续的攻击下去。他以所谓的核武的理由，我觉得这个是不成立的哈，因为你没有证据说伊朗已经有核武，而且去年6月你打了12天，中间包含有一天整个针对伊朗核设施的毁灭性的打击，你不是说取得重大成就吗？那现在又跟你谈到伊朗愿意永久放弃核武，虽然其实美国人不相信，伊朗人自己大概也不相信他会永久放弃，可是以这个理由去打伊朗哈。我觉得关键一方面是受到以色列的整个引导，另外一方面是川普打委内瑞拉绑架马杜罗，大概已经有10支这个得位然后以为说这样子可以取得一个斩首的战机之后，就可以更换政权，然后呢，这个政府就会在他的威慑之下，美国就可以影响这整个区域，予取予求，看看能不能够这样子发展。目前看起来并不容易。美国大概打了伊朗整个15个城市所有的相关的这些设施，目前知道40个官员死亡，可是，在伊朗的南部也有一个中小学115个学生被炸死。那所以呢，对伊朗人而言，年轻人你看到他晚上甚至出来都欢庆因为伊朗人之所以在这样子一个攻击当中，之前到现在不断的被渗透，因为世俗派跟神权政府之间一直彼此之间其实有不同的意见，所以它就像一个筛子，老早已经都被渗透了，才有这样子的成就。同时，伊朗根本没有任何的制空权跟反击飞弹来临的这种能力，所以呢，你才可以面对伊朗，好像飞弹攻击有这样的成效，是有成效。可是呢，最高领袖死亡，同时又造成这个100多个中小学生的死亡。所以我觉得伊朗现在整个国内的气氛取决于现在的军事行动取决于政治的变化，也就是如果伊朗内部政治立刻有人掌控，目前看起来哈梅尼之前指定的一个叫做拉里贾尼，他似乎已经之前的国会议长12年，然后呢也在2015年跟美国、欧盟谈定了核子协议，同时他也是国家安全会议的整个掌控者。他现在在逐渐掌控，他如果能够在很短的2-3天之内逐渐掌控的时候，你再扩大去攻打美国到以色列的这些设施意义就不大。不过呢，同一个时间，以色列现在这本身的反击的弹药库跟上次一样，也是非常欠缺。网络上现在消息一大堆，其实甚至已经有说，美国在透过意大利跟伊朗这边联系，是不是大家现在就彼此不要再打了？因为美国要求美国的目标就是把哈梅尼给打死，然后呢，基本上取得了这个成效。可是伊朗现在我觉得并不会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快的这个解决要取决于目前这个政治情势的这个变化。核先当然，川普态度已经很明显了，他想要速战速决，因为这样子红利最高，对国内也好交代。甚至他还说，他们在伊朗内部有一些想要主和派的也已经来跟美方书城希望能够接下来和平。那有可能吗？有没有办法整合伊朗内部，会是未来战事能不能扩大到多大的范围的关键？何谦是没错，在今天下午这个刚刚杨老师说到的这个拉里贾尼，那他也是目前这个哈梅内伊他生前的
伊朗最高领袖的这个顾问兼这个国家安全机制的这个秘书啊，等于说是伊朗安全系统的首脑。那他就已经在下午的时候宣布，就是说伊朗会成立一个临时的领导委员会，然后呢来选举新的伊朗的最高领袖。那我们大家知道，伊朗的这个神权体制，它的顶峰是最高领袖，然后下面其实还有一位总统，这总统是民选的佩泽西奇扬。那过去几周啊，在这个临战时刻快要爆发之前，就有许多的媒体传出，其实这个阿里拉林贾尼呢，他实际上已经慢慢接管了绝大部分的权力。那这个哈梅内伊他也预料到自己可能会身受不测啊，所以他不仅自己给自己指定了这个潜在的几位候选人，当然他是接班人，但这个接班人的名单并没有对外公布，而且据说这个哈梅内伊还把他亲自任命的几个重要的岗位，每个岗位都各指定了四个顺位的接班人选，就是说我们这个临时的这个，如果一旦出事，我们后面的接替班子可以大家更替4轮来维持这个伊朗政权的运作。那当然，我们今天最大的消息就看到伊朗政府也承认，就是说哈梅内伊他在袭击当中身亡了。那大家我们还记得，昨天一天2月28日，在伊朗其实针对中东海湾地区的6个国家的美军基地、美军军团都发动了反击，但这个反击它造成的美军的伤亡并没有很大。伊朗声称他这个杀害了200多名美军，那美军就出来说这都是假消息，没有的事情，大部分的导弹我们都拦截了。那当然，战争开打期间就是信息战的重污染源啊，我们这个双方的说法我们要交叉印证的去看，但我们可以看到说，伊朗的体制跟军队的反击能力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崩溃。那现在今天的这个上午，伊朗就正式承认，在 Trump 先宣布之后，过了4个小时，伊朗就宣布 OK， 我们承认哈梅内伊是死掉了，而且伊朗的官方的叙事是说，哈梅内伊不是说逃到坑道里面或这个避难场所死掉，他就是在他的这个办公处所殉职，他用的关键是殉职。然后他这个伊朗媒体我看他还引述啊，就说哈梅内伊他声明就说，如果当战争来临的时候，我的人民都在承受这个战火，我有什么资格？我为什么要逃呢？他以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殉道者的方式啊，来包装他的这个死亡。那今天我也看了一下伊朗的媒体，在今天这个伊朗哈梅内伊的死讯公布之后，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伊朗的群众他就聚集起来啊，就去这个等于说是集会来哀悼跟抗议美国这个做法。从画面上看起来，伊朗并没有马上陷入一个群龙无首，或者是人民大量惊惶逃窜的这样的一个局面。所以我想，刚刚田中姐所说的，就是说伊朗的下面的一个临时的 caretakers， 他们的临时接班梯队跟美国继续进行谈判，以避免大规模的战事全面爆发，这是仍然是有可能的。牵动周边所有区域不同的地缘政治的变化。最新一个消息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消息说，经过中央军委会批准，解放军全面启用的叫做预备役人员证，有比较高的防伪跟通识证明预备役人员身份的有效证明。但是中国的军号这里发布了一个说明哦，这个声明是针对谁，大家可以各自来解读。但我们万位一下，它的文字内容是这样的：他说，我们不期待，但绝不畏惧警告。中国底线对于趁火打劫者跟双重标准的回应，对于那一天我们不期待，但绝不惧怕。那一天是什么？这句话没有指名道姓，究竟说给谁听？是在回应中东骤然升级的战火，还是在警告南海蠢蠢欲动的以外实力？来自于大陆一些学者的评论跟分析是，大家自己来对号入座吗？但对日本的部分呢，目前是没有降温，持续还在发展。针对 G7 的外长电话会议，在商讨伊朗的局势的时候，日本的外相茂木敏充特别表达，日本的立场是强调绝不允许伊朗开发核武器，同时也支持美国透过对话解决问题的努力。显然，他也不像欧洲啊，会去谴责说美方是不是过度去介入别人的国家，变成战争行为，但他只是表示中东和平稳定，还有能源，最重要的是能源和平，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还有维护国际核武不扩散，才是对日本来讲最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但大陆的官媒呢，持续再发评论痛批日本呢，包括了以实际行动狙击再军事化的各种的内容。人民日报终身国际专栏警告日本的右翼如果持续走向穷兵黩武，再度的走回军火的老路，那么是自取灭亡不归路。质疑日本的右翼势力推动修改无核3原则啦，还有透过核门槛将会对全球核不扩散，就刚好是跟前面茂木敏充的讲法有所矛盾的，认为核不扩散体系将会有严重的后果。大陆的40家其实有20到40档这个各种的范围不同的报道说，实体的列出
出口管制。复旦大学的教授沈毅就说了，进入名单里的这个企业里头，很多都是隶属于日本的几大重要重工业，而且在日本的防卫武器生产都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他认为没有一家是冤枉的，每一家被盯的都非常恰如其分。当然，就是针对日本的军武要再恢复影响力跟提升的这一点，所以稀土的安全有办法升级吗？日本政府说要布局非洲稀土矿山开发呀，计划到2028年底前就可以把对于中国依赖的程度降到0哦，非常的有信心。那么确保关键产业跟电动车电子产品生产供应链可以稳定，可以有办法吗？那么当然，美日还首度的在这次的演习里头验证所谓反击能力。读卖新闻的报道，配合日本自卫队规划3月起的远程飞弹需求，美日同盟2月初就开始利刃26这个联合演习哦，首度验证它对于敌方侵略据点可以执行反击能力的接战能力。那这些飞弹跟接战的演习呢，也代表着日本有更大的对外反击甚至攻击的能力吗？这是来自于央视的这个旗下账号玉渊谈天发布的最新画面。这个画面里有南部战区出动预警机、反潜机、歼灭机去哪里呢？去进到了非美日澳的联合巡航里头的画面。那么在这个透过他所公布的画面里面，可以看得到，在这个反制非美日澳的联合巡演里头，直接由他们的战机也进入到空域领空的附近。那么非美在黄岩岛的海域联合演习呢，是一种制造麻烦的行为，所以大陆方面公开的言论宣布谴责，美方不远千里来到南海炫耀武力，蓄意的拱火滋事，制造紧张，是和平的破坏者。那么现在直接已经在伊朗挑起了战火，不是吗？那么大陆当然科技的行动里头，不断的除了机器人在春晚之后引起了很多讨论，德国的总理回国之后对于科技的发展惊叹，现在对大陆的发言人外交部呢林健直接转发一段影片，更是科技一段让大家很惊艳的画面，是外形很像飞碟的飞行器在武汉升空了，几秒钟之内就可以完成垂直的起降，那么精准落在指定的位置，这个形容叫做科幻成真，好像造出飞碟了吗？这叫电鹰飞车，3秒起降，完全由中国自主研发，首款全涵道式的盾级电动垂直起降，2027开始实践可以载人的行动嘛？杨老师。其实大陆的商务部在2月24号公布对日本20家了哈，不是40家，我确认一下。就是有不同的报道，有20有40家，因为那个上面写得很清楚。这20家涵盖了应该是日本军工产业整个产业链的核心供应的这些机构，从厂商到研究机构，大概他们涵盖了4大层面。第一个是针对船舰跟海洋相关的防务的这些机构，那比如说做船的做这个动力的。第二个呢是针对空军，也就是甚至航空航太还有这个发电系统以及动力系统的这些制造商。第三个是针对电子资讯作战的这些相关在军工产业协助日本以及甚至提供美国的军工产业的零件以及部分的主要的核心。那第4个呢是什么呢？是人才培育跟培养的机构，像是防卫大学、防卫研究所、JAXA 这些其实都在大陆的这一次公布的，虽然是只有20家，但它涵盖的范围呢非常广泛，所以它会针对大概有800多项，从稀土到化工到电子元件，通通都禁止出口到日本的这20家，那也禁止所有全世界其他的机构或厂商出口或转出口给他们。那这会造成不只是日本自己本身军工产业在下一阶段，它要再去做任何在军事化或者是这些军事武器研发制造的，最受到影响。它甚至现在会影响到美国的军工产业，因为我们看到这个20家大概是美国，因为它大概分几个阶段哈。那第一个阶段就是美国自己的军工产业，那第二个呢是提供给美国这些军火产业的工厂的这些零组件的。那我们现在看到，大概这个日本的18家就拿掉防卫研究所跟这个防卫大学大概提供给美国相关的这些零组件
是占整个日本出口协助美国军工产业的将近90%，那比例非常高啊。举例而言，三菱重工去做 F-35的翅膀，或者是 IHI 是做这个里面的动力系统甚至雷达系统。那因此，这就是会影响到不只是整个针对日本，甚至到美国的整个军工产业的这个发展。我觉得他们这个还蛮具有针对性，而且打到真正的痛点。但是呢，他又不是针对你日本在做制裁，也不是针对日本的经济在做制裁，所以呢，国际上对这个说法呢也没有办法去做任何的，就是说反驳。那日本现在嘴巴很硬，他说我们现在要分散我们的这些材料的来源，可是你怎么分散？你现在临时去挖。然后呢，你要跟美国去进口，那我提供给原料给你，你是不是这个时候我缺乏稀土，你给我提供给我？美国自己现在都缺乏，所以这个稀土的东西，还有除了稀土以外，其他的关键的这些部分呢，我觉得其实这个是打到了日本的军工产业，甚至连接到美国的真正的一个影响。那目前怎么因应呢？目前短期间是看不出来，可是呢，大概也就取决于他们的库存是多少，没错。可是我觉得大概半年之后这个就会情况很深刻。那半年之后，中国大陆会不会改变呢？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只要高市在的一天它就不太可能改变这个问题，而高市起码会做到2028年。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会影响到日本的军工产业很深刻的。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刚刚看到最新的消息是，大陆的解放军现在启用的所谓的预备役人员最新的这个证件这个制度的发布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将军？就代表大陆有可能在为备战做完整的准备。那我先解释一下为什么有预备役。预备役就是说你已经服过兵役以后，那你退伍下来那如果说国家有需要作战的时候再把你征调回来，那你现在虽然说是老百姓的身份。可是，在兵役法上面，你是预备役，我随时可以动员你加入部队。比如说，我们一个部队编制假如说是100个人，那我平常只要养80个人就好了嘛。那留20个缺，就是预备役补进来，代表可以扩军。那这次我们不要小看中东这次的战火其实对中国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每天从波斯湾出来的原油有2000万桶。其中有1100万桶是到中国大陆去的，那美国会不会利用这次机会认为说是中国大陆你这时候能源不足的状况之下，然后对中国提出所谓威胁跟要挟所以说这个大陆特别讲趁火打劫，我觉得这很明显的意思就是说，你美国这时候不要趁火打劫，那会打劫什么地方？比如说是南海所以我们看到南海这个时候美日菲澳正在这边实施联合的军演，所以这种状况之下。以美国当然我们现在看到美国来讲的话，这个原来部署在南海的航空母舰就是林肯号，它现在被调到中东去了。整个南海地区来讲的话，美军这个目前战力是空虚的。当然，解放军的说法是说你不要趁火打劫，可是就中国大陆来讲的话，他有没有希望说利用这次的机会趁着美国兵力捉襟见肘、调配不及的状况下，没有办法同时应付？这个整个地球上面2场大型的区域战争，然后利用这机会对我们台湾发动攻击，这是不可以忽略的。所以我觉得我们台湾还是要重视。当然，在这种状况下，日本就扮演很重要一个角色。那日本有没有这个实力来协防台湾？我认为这次中东的局势这个可能希望当然很快可以结束，但是如果说拖久的话我认为对美军来讲的话是不利的。所以中国。这解放军这时候把这预备役编成，当然并不代表立即的战力可是它的这种政治上的宣示意义是非常大的。我觉得警告美国、日本跟我们台湾还有菲律宾、南海这周边的国家，我觉得这意义是非常重大的。那我们身在台湾也千万不要说只是当个吃瓜群众，认为说是战火远到中东，波及不到我们台湾，这东西很难讲如果说是一个局势失控的话。极可能对我们台湾就会有很大的一个影响，真的必须拭目以待，也必须谨慎因应。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中日之间的冲突现在没有降温，在演习当中呢，也出现了蛮多对峙的画面。何谦，是这个全球安全的态势感知啊，是互相联动的。虽然这个伊朗的冲突呢，现在从地理上看起来，其实虽然看起来离台湾有点远，但是我们从1月委内瑞拉的这个事态到2月的这个2月底3月初这个伊朗的变局，几乎我们大型战争或大型军事冲突的爆发，几乎以每个月一场的这个高频率来上演。那其实我们东亚其实也并不太平啦，虽然东亚到目前为止可以说是过去20年最相对和平的区域，除了像比如说前一阵子泰检的这种边界的小规模冲突之外，东亚其实虽然军事对峙大家都绷在这个琴弦都绷得很紧啊，剑弦都绷得很紧，但是并没有大规模的冲突爆发。那当然我们过去这半年来一直关注的就是中日关系。那2月27日呢，星期五，就说这个为了庆祝日本天皇的生日啊，在北京的日本驻中国大陆的使馆也办了一个招待会。那我们就注意到日本驻华大使金山宪治就说了一番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日中关系呢虽然历经多次的寒冬，但是啊，在这个春天到来、即将破冰之际呢，破冰之日要来临，我们现在就要去播下日中关系的种子，希望来构筑稳定的双边关系。